说到美国自驾游的时候，大家往往想的都是纽约、波士顿或者是洛杉矶，但是其实美国中部呢也有很多城市拥有同样的历史和文化。那我们用这一次的周末快闪的时间，从这里出发，带着大家打卡3座美国中部城市，一路美食，一路故事，大家看一看不一样的美国。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Let's go！德梅因不只是中西部一座小城市，它还是美国政治的风向标。每到大选年，这里就会成为全国焦点。爱荷华州的党团会议总是全美最先举行，在这里赢得民选支持，往往预示着接下来竞选的走势。除了政治，这里还有艺术气息浓郁的 East Village 和我身前这个金色圆顶的州政府。我们现在走路到一家非常有名的 Zombie Burger 店 ，Zombie Burger and Drink Lab。然后走在这个 Des Moines 的街上，感觉人非常的少，哎，舒服。这就是小城镇的感觉呀。虽然它是爱荷华州的首府。哇，这个菜单非常的有意思，它这个做成了像是今日头条的这种感觉，像你拿着一个报纸在这里头看，太有趣了，这一家真的是万年不吃 nachos， 但是记得我们上一次吃 nacho 还是在墨西哥的时候。对的，那一次在墨西哥吃 nachos 给我们吃伤了。但今天这个 size 能看出来太大分量了。它这个是有肉的 nacho， 就不知道从哪儿吃起来。Nachos 就是一堆玉米饼，上面淋上了芝士、西红柿酱、肉，有些地方搁肉，或者有些地方不搁肉，但是会放了这么几样灵魂的东西，是大量的芝士以及guacamole 酱。哇，我的汉堡上来了，好大的一个汉堡，跟看见我的手掌这样子。然后现在我就是一个脏逼，要把它干掉呀，这是我要吃的脑。我这个呢，里边有培根、2层肉和2层蛋，再加上 American cheese， 还有红辣椒。但是总体来讲吃的非常满足，这口爆汁，然后这底下还要再流这个蛋液。总共这顿饭呢，加上小费和税，一共是40块钱。大家觉得这个价格合不合理以及值不值呢？第一站呢，我们要去在 Des Moines 西边的一个城市，叫做 Omaha。啊，不是那个 Omaha， 但是呢，就是一个真正的城市，是在 Nebraska 州的一个 Omaha。我们开车驶向了 Nebraska 州最大的城市 Omaha， 它是美国最著名的牛肉之都，奥马哈的牛排享誉全世界。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梗，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传奇四分卫 Peyton Manning 的口头禅 Omaha， 让这座城市在美式橄榄球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也能感受到历史与现代的交织。好，我们第一站就来买点咖啡。
我们现在就坐在他们的店门口，在这里细细品尝这杯咖啡。它这个豆子呢，我感觉就像那种评分或者评级，所选出来的店所用的豆子，一般都是浅烘咖啡，就是酸酸的口感，果酸味比较浓。我不是特别爱喝这种涩酸的口感，但是 at least 他们家对于我来讲还是很不错的。我感觉周末奥马哈这个城市节奏还是非常的慢，人也比较少，像我们这种开车3-4分钟就能到一个地方。我感觉这种状态在生活在大城市久了之后，再切换到这种乡村模式，非常的舒服。这也就是旅行的意义所在，从大城市切换到小城市，再从小城市切换到大城市。城市有小城市的好处，就是在小城市里边开车可能3-4分钟就能到达一个地方，但是在小城市所在的州有可能是城市与城市之间要开车的距离就是3-4个小时。现在来到了欧马哈的 Old Market， 在这里头体验一下他们的红砖老街，看看这里头的红砖老街跟我们之前去过的 Maine 的红砖老街有什么不同。在欧马哈这么短的时间，我已经感觉到这个城市对狗狗是非常的友好，以及它的绿化做得很完美。我们非常的幸运赶上了他们的 Farmers Market。 好，我们进去看看。哦，是那个 bok choy。哦，误打误撞进入了这个 Farmers Market 里边去转一圈，感觉真太棒了。它只有周末有。你看这个 zucchini 好大，Sorry about that. ，1块钱一根，这么大。对于好看的花的最高度一样。我点的他们家的 burrito， 哇，看着好棒，然后以及我加了2颗蛋，以及上师点的 pancake。我们能看到这个里面呢是有 pulled pork， 加上 hash brown 以及 cheese， 还有 scrambled eggs 在这里，非常的扎实的一个 burrito。我们这顿饭一共吃了50美金，加上小费和税，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而且非常扎实。但是它其实这儿的餐厅的价格跟纽约或者新泽西比呢，其实差不多。在早餐方面我是这么觉得，而且一杯咖啡要5-6块钱的话，这个价格美国中部跟美国东西部其实一样的价格。好，我们现在又回到了 Iowa。哇，这个雕像好有意思。我们现在徒步走上这个大桥，这个大桥是让我们可以走着从爱荷华州一路走到 Nebraska 州的这么一个桥，很神奇。我们现在来到了全美第一的 Zoo，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动物。动物园真的好大，走吧。好的，我们来到这家冰淇淋店，它是专门做 fresh cone， 以及它里边据说有一个榛子口味的冰淇淋会很好吃。今天我过来想尝试一下他们家这个口味。Barbecue cone， 它居然不是现做的 waffle cone， 这让我有点失望。这个上面是摄像师点的 sweet corn， 然后这个摄像师点的 watermelon lime， 然后底下我还加了一个叫 raspberry oatmeal cream pie。这个玉米口味就是我喜欢吃的那个玉米薯片那个味儿。哇，这个 watermelon lime 这一款很清爽，是夏天该吃的味道。watermelon 真好吃，玉米那个有点像咸蛋黄的味儿，都还可以。这家值得推荐哦，一共3个球加一个空，10块钱。堪萨斯城是一座因河而兴的城市，它位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州的交汇处，最初就是依靠水运而建成，后来随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兴起，这里又逐渐成为美国东部和西部的重要交通枢纽，被称为通往西部的大门。今天的堪萨斯城不仅是烧烤和爵士乐的代名词，更是一座承载着美国交通和历史的一座城市。早上好呀，大家！现在是美国中部时间的早上9点20，然后我们在去今天的第一站喝一个咖啡的路上。是一个越南城。这里我发现有很多特别神奇的评分特别高的越南咖啡，我们今天去打卡一家看一看。只见过越南等于是在吃粉的事。我这一杯呢是他们的 traditional ice latte， 我让他换的是 oat milk， 但是第一口下去嘬了他们的 oat milk 之后，感觉确实味道不一样，就是哪怕 oat milk 都用的是他们应该是他们自己的 oat milk。这是摄像师点的他们的 traditional， 就是里面加了炼乳。最经典的越南咖啡，来一口啊！哇，像是在喝黑巧克力打出来的一个 ice chocolate 的感觉。这种 ice latte 从越南产出来的，都有一种淡淡的 coconut 那种东亚水果的味道，有点像坚果和 coconut 的 mix， 我觉得挺好喝，但就有点淡。因为它奶给的比较多。今天天气好好呀，所以有一点点的雾霾。因为堪萨斯城这个地方是美国中部的艺术和文化中心，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去逛一逛他们的博物馆也是非常的有意义。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这个机会呢，去打卡 Nelson Atkins Museum。爱打羽毛球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个羽毛球。
逛完了，在里面走的真的很痛快，而且看完之后让人心情愉悦，非常的精致，以及让我觉得很值得，很沉浸。我觉得就是在这看了一上午，地下1层是一个餐厅和一个 auditorium， 但是上面2层是展品，不错不错，值得推荐。Smoked jalapeno cornbread. And then Definitely going to be the beef Bernard, so the most popular thing. what's the Bernard? It's going to be the end of the brisket. We cut it into chunks, then we sear it again. Oh, And okay. that sear on the outside is still very tender on it. So. Got it. Okay. Yeah, I'll do the beef Bernard's. 我们点了一个 Kansas City 的烤肉拼盘，我们点了3种肉，一个是至尊牛肉的 ribs、beef brisket， 然后还有 beef Bernard's， 就是他把 ribs 的末端给切碎片，然后再给它烤一遍，是这一种吃法，它叫 Bernard's。然后我们又点了3块猪排，然后以及摄像师要的 cornbread， 它要是一个叫 jalapeno cornbread 辣椒的。我抬头就能看到橄榄球比赛。今天是周日，正好有 NFL 的橄榄球比赛，一边吃饭一边看球。老头看这个球，我颈椎病要好。这个是pork spared ribs with the game on the line. Oh my god! Only I need is alcohol, but it's still lunch. That's fair. That's fair. 像这样的小块儿，这种就是 burnt end。开动了啊！先吃一块这个。这个 burnt end 很像北京那种涮羊肉里，有点像那个最一开始涮羊锅里边那个羊尾巴油似的。这个是我觉得我在别的地儿我没有吃到过，第一口下去感觉就是很油，因为它是把那个 ribs 的末端给剪下来了。我们再试试这个 brisket， 他们家 brisket 偏瘦，而且这个烤的就是可能烧烤的同一个问题，就是说偏咸。是吗？它这个肉没有这么咸。因为这个肉它块大，应该说是超级至尊的这个黑面 rib， 这个肉烤的非常的香，好吃，很嫩。我来一块这个海猪排，不得不说猪排的这个入口会比这个 brisket 要嫩。可能这几个里边，今天吃这几个肉里边最让我有点失望的，可能就是这个 brisket。但是别的这几个非常的惊艳好吃，这家确实烤肉分肉碎，不错。我们就是来买这个它本地的牛奶的，它其实今天口味剩的不是很多了，这个棉花糖口味的已经没了，这 half and half 那是 cream 啊，所以它只有巧克力和草莓口味的奶，然后还有一个是原味的。有没有网友说的这么好喝？我有点担心它会很甜，但是它上面也没有配方表，所以你也不知道它里边加了多少糖。先给我闻一下，哦，好香好香，就是有一种草莓牛奶冰淇淋的味儿，就是小时候喝的草莓牛奶的味儿。